采访王一博是所有娱乐记者的终极噩梦，极简回答，现场冷场，提问终结者。在娱乐圈的舆论场里，关于王一博难采访的标签被挂了整整数年，甚至连王一博本人都在镜头前坦诚承认，采访对我来说确实挺难的。听上去，这似乎是一个顶流艺人与媒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所谓的难采访，难道真的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是因为脾气大、不配合，或者是情商低吗？今天，我们要撕开这些浮于表面的刻板印象。当绝大多数艺人都在采访里熟练地背诵着公关套路，努力打造着完美人设时，王一博的难采访恰恰成为了这个虚浮行业里最珍贵的一面真实之境。今天就请跟随黎春正的视角，一起深度拆解王一博难采访背后的4大核心真相，看清这位年轻人在聚光灯下究竟如何用极致的真诚与清醒，击碎娱乐圈的虚伪话术，拒绝假问题与套路化话术，坚守不说假话的底线。王一博采访的难，首当其冲源于他从不迎合荧幻的套路。在传统的娱乐采访中，记者习惯了使用预设前提的煽情提问，或者强行升华的套路化话术。换作普通艺人，或许早已顺水推舟，编造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心路历程。但王一博的底层逻辑只有一条：不说假话，不装圆满。当遇到毫无实际意义的虚浮提问时，王一博会毫不留情地用随便、还好、不知道来极简回应。面对某些带有预设立场的伪命题，王一博甚至会直接当面点破，这是个假问题。这种不配合假装的直率，让那些极度依赖既定脚本，试图引导背诵标准答案的记者瞬间手足无措。王一博拒绝提供虚假的情感价值，因为在他看来，真诚比圆滑更重要，在于他极其清晰的个人边界感与事实导向。王一博的回答永远高度聚焦于事实与个人真实状态。比如，当记者带着煽情的语气询问他一个人独处时的深刻领悟，期待他能说出看书、沉淀、思考人生这种高大上的金句时，王一博却只会坦荡而真实地回答：吃饭、睡觉、看电影。王一博绝不为了迎合公众对完美偶像的期待去编造人设，也不主动延伸无关的话题来客套拉拢关系。这种问什么答什么，绝不画蛇添足的极简风格，在习惯了逢场作戏的社交场域里，自然容易被误读为冷场，则源于他在专业领域的深耕与硬核壁垒。当采访话题切入到摩托车赛车、滑板、街舞或是乐高组装等他真正热爱的领域时，王一博往往会瞬间打开话匣子，但与此同时，他口中会频繁喷涌出大量英文专业术语，赛车过弯轨迹的物理逻辑，或是滑板动作的技术代码。此时的难，责任不在王一博，而在于非垂直领域的记者如果没有做足功课，根本听不懂这些硬核词汇，更无法在专业层面接住话茬，最终只能导致沟通中断，高负荷下的效率优先，快准狠的极致表达。第4点是顶流高强度形成下的必然选择。作为站在行业顶峰的艺人，他的日常行程极其拥挤，许多采访往往被压缩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比如，曾经在短短11分钟内回答100个问题，这要求表达必须快、准、狠。在极致追求效率的当下，他根本无意，也没有时间去花言巧语地营造轻松聊天的温情氛围。
用最少的话把事实说清楚，就是他对工作最大的尊重。难采访绝对不等于态度差。了解完这4大核心原因，我们必须澄清长期以来对他的严重误解。所谓的难采访，绝对不等于态度差。翻看早期的采访记录，在偶像万万岁、明星特别任务等建立在充分尊重、提问扎实的节目中，面对做足功课、态度平等的采访者，王一博展现出了极高的配合度与罕见的幽默感。这充分证明沟通是双向的，关键在于采访方是否抛弃了套路，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对话。而在2023至2026年这几年里，经历岁月沉淀的王一博，在应对媒体时更趋成熟与稳定。面对无端谣言，他选择了少说多做、法律维权的清醒路径。在采访中，他依然延续着那份直白与坦荡，却多了几分克制与从容。在一个习惯了戴着面具舞蹈的圈子里，王一博的难采访其实是他守护内心纯粹的一种方式。他用冷峻的外壳过滤掉了虚浮的阿谀奉承，用极简的表达捍卫了做人的真实底线。他不需要用漂亮的花画去伪装自己，因为他的汗水洒在赛道上，他的演技留在银幕里，他的真诚写在岁月中。不讨好，不伪装，不说假话，这不仅是他应对采访的风格，更是他在复杂世界里安身立命的人格底色。撕掉刻板标签，还原真实人性。如果你也欣赏王一博这份清醒而宝贵的真诚，请一定要给黎春正点个赞，点击关注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为您带来的更多关于王一博的深度解读与娱乐圈现象剖析。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在如今这个充满套路的世界里，你喜欢王一博这种直来直往的真诚风格吗？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黎春正的支持与陪伴，保持清醒，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